最近的澳大利亚可谓是非常猖狂，仗着身后有美国撑腰，频繁叫板中国。澳大利亚特种作战指挥部指挥官的芬德利少将把中国视为同级敌人不说，该国国防部长也于近日对外表示，国防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随时可以投入到包围澳洲北部和西部海域的战斗中去。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利用澳大利亚在东南亚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也就是南海缺席的空隙，正在强化其存在。因此他们指出，澳大利亚军队必须要重新确认其存在，在该地区发挥第一级作用的表态。不仅如此，芬德利少将认为，中国已经参与了与澳大利亚的灰色地带竞争，未来演变成实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所谓的灰色地带，也就是介于和平与战争间的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战略博弈。灰色地带较量的手段包括外交、网络、信息攻击以及经济等等。简单点来说，该少将的意思就是在对外放出一种澳大利亚希望和平，而中国却在与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一起在灰色地带与澳大利亚进行竞争，这就有点好笑了。这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是外界都看在眼里的，军事上的频繁挑衅叫嚣，经贸方面的针对，外交上采取强硬举措。真要说起来，如今中澳之间的紧张局面等同于澳大利亚一手促成的。现在又拿灰色地带做文章，该国是有多战争狂想症吗？值得一提，前不久澳大利亚更是斥巨资耗费7.47亿澳元扩建澳大利亚北领地的4座军事基地，以备自家用的同时也方便给美军使用。而结合上述所说，确保澳大利亚在北部和西部海域的地位，以及所谓第一级作用的这些言论，不难发现，澳大利亚的防务战略以及布局推进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该国在南太平洋的防务力量建设和区域内的防务力量存在，确保在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更好地发挥第一级作用。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不打算装下去了，彻底露出獠牙。在叫嚣做好冲突准备的同时，该国还公开讨论中国的侵略行为。作为美国的小跟班，澳大利亚如今竟然比美国还要猖狂大胆，美国人看了都心慌。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倒是非常欢迎澳大利亚这么做。按照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动武的时间很可能要先美国一步，届时澳大利亚这一拳将会正中我国下怀。什么叫杀鸡儆猴？想必外界都清楚，一旦澳大利亚展开军事动作，我国必定给予强烈重击，只有感觉到了痛才会有所收敛。而美国在看到澳大利亚的惨烈下场后，还会像现在这般肆无忌惮吗？据人民日报5月5号报道，当天中国发改委下发通知，宣布即日起将无限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无限暂停两国的对话机制，意味着两国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我们也直接和澳大利亚政府划清界限。此消息传来，让人觉得惊讶之余，也觉得迟早的事儿。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秉承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作风，很少会对一个国家如此强硬，甚至会被人误解为中国擅长在国际关系上打太极。但这一次，中国不打太极，而是以罕见姿态痛打澳大利亚。为何要对澳大利亚下死手呢？说起澳大利亚获得如今的待遇，可谓活该二字。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却义无反顾充当西方的反华先锋，没少给我们泼脏水。当然，我们也对澳大利亚做出多次反击，而这一次我们还要将事态严重化，那是因为澳大利亚已经触及了咱们的底线。自上个月澳联邦政府撕毁维多利亚州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后，实际上这时候就必须给予澳大利亚最严厉的教训了。一带一路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道理。澳大利亚开了这个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因此对澳大利亚出手不能犹豫。既然他们要竖靶子，咱们岂有不打之理？当然，有人或许会问，当澳大利亚选择妥协后，咱们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人会选择退让一步，原谅澳大利亚吗？似乎中国会给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形象。但是从国家战略来考虑的话，咱们不应该就此收手。中国的国际战略用伟人的话来总结，可以分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4个阶段。当西方国家提出重返亚太的时候，我国便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应对西方国家在咱们家门口挑事儿。当西方国家鼓动周边地区与我国敌对，并且试图对中国海洋主权切香肠的时候，咱们一方面加强对南海与台海的巡视，一方面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联系。而如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击，实际上就是进入了第3阶段，也就是敌驻我扰。
此次新冠疫情彻底暴露了西方社会诸多弊病，社会矛盾尖锐难以掩盖，这也让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歇斯底里。但同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疲软，而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因此说，痛打澳大利亚是吹响反击的号角，一点问题也没有。回到刚刚的问题，要是西方国家选择退让，我们也有必要敌退我追。咱们必须要记住一句话，敌人不打不倒，你若选择同情，他们只会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以便卷土重来。因此，咱们有必要进一步展示中国的国家力量，从而打破西方掌握的国际话语权。自拜登上任以来，就把中国作为首要战略对手，其出台的所有措施和政策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遏制中国。前段时间，美国还通过了2021战略竞争法案，将动用所有经济、外交、军事等战略手段对抗中国。在中美博弈逐渐升温之际，美国又改变了一套打法，不强调对抗，反而强调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危害。在5月5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演讲时警告，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颠覆性技术出现，世界正进入一个潜在不稳定时代。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基本上都受到过挑战，但中国的崛起正改变这一切，尤其是机器人、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术的创新，将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这位美军高官警告，中国崛起危及全球，恐将世界拖入动荡之中。事实上，目前世界并不是一片祥和，很多地区仍然动荡不断，而这些动荡的背后总是有美国的身影。究竟谁才是世界动荡之源？而米利这番发言言外之意就是不允许中国发展这些高端技术，不允许中国崛起，只有美国可以。在这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就曾叫嚣，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抽身将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并强调了新兴技术的重要性，需要摆脱以往更为传统的中东战争模式。其实在传统战争模式下，美国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新战争态势下，美军自己都不敢确保能赢。因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处于同一梯队，而在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通信技术方面，中国已经领先，这些都是未来战场上的关键技术，美国比不过开始耍赖。有国际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逐渐在各领域占领优势的时候，美国再也不能淡定，他们急切寻找各种手段遏制。值得注意的是，和米利言论几乎一致的是，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G7 峰会上表示，中美并不是冷战关系，而且美国也不是阻止中国崛起，而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最近美国政客几乎都改变了措辞，不再说中国崛起是取代美国主导地位或者挑战美国，而是把中国的崛起和危害全球、破坏国际秩序划等号，甚至还把这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把美国美化成世界警察的角色，这可比其上任特朗普更具欺骗性。究竟谁才是世界动荡的根源？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了一个答案。